大家好，欢迎来到 Apple 灵修工作室，我是 Bella。我今天呢想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是用50英模来做参考，了解自己修行的进度。我们每个人呢在修行的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都非常希望知道自己到底处在修行的哪一步了。除了我们可以通过呢去参考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心境的一些变化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呢通过《楞严经》里面所说的50英模来做参考。这50英模呢分成了色、受、想、行、识5个大类。那么每个大类里面呢又分别有10个小类别，所以呢加起来有50种魔境。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更详细的去学一下这个《楞严经》，也就是更详细的去了解每一个阴魔的一个描述。因为在经里面呢，它对我们一些盲修瞎练邪知邪见，包括滥用神通被一些老师的误导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生动的一些描述。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50阴魔来反观自己，来看看自己修行呢到底处于哪一个阶段。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察觉一下自身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这些相同或者相似的一些情境。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每一种阴魔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提前的去了解一下，也为自己的修行之路呢提前安装一个警报装置。首先呢，我们会遇到的第一个魔境叫摄阴魔境，它呢分成了10个小类。第一个，身能出爱，内测持从，精破离合，镜变活现，变成宝色，暗中见物，身同草木，变见无碍，遥见遥闻，望见望说。色阴魔境呢就包含了这10个小类。总的来说呢，摄阴魔境就是坚固妄想，它是我们五感的一个延展。这个感觉呢就好像是我们的人生剧本开始转变风格了，我们开始写科幻小说了。第三眼能够看见佛了，也能听见空中说法的声音了，还能看见呢远处的一些景物，其他空间的一些建筑等等的。甚至呢我们还能看见自己身体里面的虫，不但能看见，我还能把它捉出来，不损坏这个身体等等的。这就像是我们人生剧本的一个延展，它是我们五感上的一个延展，只是呢空间不同，所以叫坚固妄想。那当我们看见了、听见了、感知到了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不去管它，你继续打你的坐就可以了。也就是先把心定住，不跟着它跑。当我们定住自己的心的时候呢，它们自然而然就消失了。那我在前期的这个视频当中呢，我也强调过这个第三眼的问题，松果体的问题。松果体呢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第三眼因为它是有漏的。如果我们去强化它呢，它会消耗我们身体里面大量的真气能量，这不利于我们打开左右脉和中脉，甚至呢严重的可能我们的进步可能就止步于此了，那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强化它先把这个身体先给它解锁了。当我们破了色阴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的星光就开始发明了。这意味着呢这个魔境就破了。当色阴魔境破了以后，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魔境，叫受阴魔境。受阴魔境呢包含了以己悲身，扬己祈佛，定偏多义，慧偏多狂，历险深忧，觉安生死，见胜成慢，慧安自足，着空毁戒，左有自盈。
如果说色音是我们五感上的一个延展的话，那受音呢，就是我们思想感受上的一个延展，它是一种虚名妄想。我们在打坐的期间呢，我们身体上会产生一些觉受，你比如说法喜充满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喜乐，当然了，也可能感受到一些悲伤的一些情绪。那这个时候呢，这些觉受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被放大了，那我们可能就会去贪乐这种打坐当中的一种喜乐。同时呢，像一些修行人，他的这个慈悲心升起的时候，如果太过了，反而就变成了一种多愁善感。再或者呢，就是可能我们见到一些我执心非常重的人，我们的我慢之心呢就会升起来，觉得这个人真的太愚蠢了，为什么听不懂我说的话？再或者呢，这个阶段我们可能已经能够做到心能离体，就是我们能自己悬浮在自己的身体周围。那我们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境界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觉察到，我们仍然是处在一个阴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仍然处在这个魔境当中。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觉察到，然后呢放下它，不去管它，继续往前走。那当我们再继续往前深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到下一个魔境。这一层的魔境呢叫响应魔境，它包含了贪求善巧，贪求精力，贪求契合，贪求辨析，贪求敏感，贪求宿命，贪求静谧，贪求神力，贪求升空，贪求永岁。那当我们到达了这一层魔境的时候呢，我们的贪求之心又开始升起来了。比如说我们有的修行人呢，就开始去贪求神通，你总想着我要练出一个什么神通来，或者呢去预言一个什么天灾什么人祸的。再者呢，就是每天不是讲神就是去讲鬼怪的。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能去讨论这些东西，不能去讨论鬼神，而是当你的修行中心一直都在围绕着鬼神的话，那么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觉察之心一定要警觉，要升起来。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修行的目的呢，我们是去求智慧的，而不是去贪求这些东西的。只有当我们破了响应这个魔境以后，我们才能再进一步进入到行因。行因部分呢，包含了二无因论、四变常论、四颠倒见、四有边论、四种搅乱、死后有相，死后无相，死后俱非，死后断灭，五涅盘论。行因呢也叫幽隐妄想，行因呢是我们产生思想、产生这些念头最深的一个活动中心，也就是我们最深的一层潜意识。那为什么叫幽隐妄想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潜意识呢，它是幽微隐伏，难知难见的，但它呢又念念不停，让我们产生种种的内外生灭变化。所以当我们到达行因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些更深更细微的念头也把它放下，这时候呢，我们的心才能扩出去，心到达静的极致。当然这种静呢，它不是空的静，它是空里面带着满，满里面带着空，很难用语言去形容。但是呢，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我们的光明就开始出现了。我们只有过了行因魔境的考验，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步识因。那么在识因的魔境里面呢，我们有包含因所因执，能非能执，常非常执，知无知执，生无生执，
归无归止，贪非贪止，真无真止，定性声闻，定性必知。那这就是我们魔境当中的最后一关了，是我们的十因魔境，叫做虚无妄想，也就是我们进入到自己的阿赖耶识。进入到了阿赖耶识呢，我们就需要去改变我们阿赖耶识的习气。比如说缘一起，我就总是想去看想看的，想去听想听的，头脑呢总是不停的去做分析等等，也就是我们人最基本的一些本能反应。当我们阿赖耶识的这些习气也改变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自信光明就真正开始出现了，空性也就出现了，这个我就彻底的消失了，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就和这个小我就彻底的分开了。这就是我们通过50因魔来反观自己，看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修行阶段。总结来说呢，我们修行的整个过程，除了需要经过身体这第一个关口以外，我们还需要经过色受想行识这5个魔境的考验。只有当我们破了阿赖耶识以后，我们的自信光明才会出现。接着我们会进入到4禅8定的一个阶段，再往前深入，我们就会进入到三摩地。那如果我们到达了三摩地以后，我们就能永不退转。那么50因魔呢，是我们每个修行人必经的这个过程。虽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把50因魔全部都经历一遍，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一层一层去逐渐深入的。那么我们不必对它过于的恐惧，你只需要呢把它看成是我们修行路上的一个磨难，我们只需要呢正确的认识，然后勇敢的面对，小心的度过就可以了。好，今天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的线上课程成为自己的灵性疗愈师呢已经上线，课程的链接呢在视频的下方。那我们下期见，再见。